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明，又见面了。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。到上一期，我们复现了 NVDiffRes 的 paper， 做了个极简但跟它兼容的微渲染器 GPUDiffRender， 期间也发现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，这次就来讲讲。第一个是构建上的改进。GPUDiffRender 的编译一定是在编译期完成的，我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设计的，从来就没打算在运行期编译，又不难，只要写个十几行的 CMake 脚本就行。反观 NVDiffRes 用 PyTorch CPP extension 来在运行的时候编译，需要几十行 Python 代码，需要部署 CPP extension 和它的依赖，一共上百个文件，需要依赖云顶甲来进行编译。甚至让所有用户承受每次运行都得花17秒重新编译一次 NVDiffRes， 还写死了编译器路径，都是何必呢？毕竟只是 research code。不是啊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谁，我是说所有的 research code 都是垃圾。算法上，我们可以看到 Rasterize 这一步，输出是一个 gbuffer， 每一个像素4个通道，包含中心坐标的 UV、深度、三角形 ID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要输出深度？这个深度有且只有在 anti-alias 的时候用来找邻接的3个 pixel 里最近的。但是既然 Rasterize 的时候同时也有 depth buffer， 为什么要额外再存一个深度？所以这个修改很直接，不在 gbuffer 里存深度，而在 anti-alias 里读取 depth buffer 来获得深度。这两个地方的数据完全一样，所以结果也和原先一样。进一步，既然 gbuffer 只有3个 float 要存，那用4个通道是不是浪费了？ GPU 并不支持3个通道的浮点纹理，只有1、2、4的。其实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把 U 和 V 存成16位，打包到一个32位里，这样就能只用2个通道。但是按照延迟材质的说法，这样精度会不够。好吧，既然没法合并，就拆分，把 gbuffer 拆成2个 texture， 一个只包含重心坐标，每个像素2个 float， 另一个只包含三角形 ID， 每个像素1个 uint。 这样还有个好处， anti-alias 这一步只用到三角形 ID， 不用重心坐标，这就只要传入一张 texture 就够， I/O 有所减少。而且三角形 ID 这张 texture 肯定不需要传给 PyTorch 的，因此也不用转成 Tensor。 这两个改进让显存占用从 6G 降低到 5.8G。 接着就是一个开发体验的问题。上一期说过 NVDiffRes 用的是 OpenGL 的图像坐标系，原点在左下角，歪向上，所以存出来的图片是上下颠倒的。为了和它兼容，我一开始也这样，既然现在流水线已经跑起来了，就不再需要兼容，用更直观的坐标系吧，这样就能省掉 Rasterize 的 VS 里反转 Y 符号的一步。在 Rasterize backward、anti-alias forward 和 backward会有从窗口坐标系转到 NDC 坐标系的操作，也需要反一下，这样从头到尾都是同样的 Y 方向，不再需要仔细想哪里要不要反一下符号， debug 的时候存出来的图片要不要 flip 一下。开发的时候方便很多，执行效率并没有影响。当然 anti-alias 里找下方和右方的像素就成了上方和右方。最后就到了老生常谈的 viewport。 之前说过无数次， NVDiffRes 的渲染流水线并不完整，它不支持 viewport， 只能渲染到一整张图，再切出来我们需要的区域，浪费了计算和显存。那好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加入 viewport。 注意，视锥是套在 viewport 上的，不管 render target 是什么大小。常规的 viewport 用法是在 render target 上画出一块区域作为 viewport， 这样就能把多个渲染的内容排在同一张大的纹理上。这里是反过来， viewport 比 render target 更大，所以 viewport top 和 left 都是负数。没错，第3、第11级别的 GPU 就支持浮点数的 viewport， 可正、可负、可小数。要加上 viewport 支持 API 得改，让 viewport 能一路传进来。底层就和前面一样，需要修改的是 Rasterize 的 forward 和 backward， 以及 anti-alias 的 forward 和 backward。 Rasterize 的 forward 不再用全尺寸作为 viewport， 而从外面传进来的。它的 backward 和 anti-alias 里都需要从 viewport 坐标系转成 NDC 坐标系，和前面反调 Y 方向的改法一样，只是多了一个扣掉 viewport 的起始坐标而已。
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，但耽误了我几个小时的是一个手误，把计算坐标变换函数参数里的 viewport 写成了 uint 类型。HLSL 又默认有影视类型转换，就给划过去了。负的 viewport 起点就这么被 clamp 到0，以至于结果一直有错。看了半天才发现是如此简单的 bug， 不是算法想错了。按说每一张输入的照片都有自己的 render target 和 viewport， 但我打算有个中间步骤，在可为渲染之前，先把每一张照片的前景区域合并成一个较大的区域，作为 render target， 并在此基础上计算 viewport， 这样就可以重复用同一张 texture 作为 render target。不过这就已经发现 GPU 耗用率降到 70%， 速度值比以前快了 10%， 和 NVIDIA FreeRes 的速度差距有所缩小，显存占用倒是进一步下降，现在只要 5.4G。 不过既然 GPU 跑不满，再进一步优化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就先这样吧。由此，我们有了个在功能上超越 NVIDIA FreeRes， 更适合于集成到图形流水线的极简版可微渲染器。随着这部分的逐渐稳定，之后我们也会在这基础上做更多的优化尝试。之后会看看 GGML 的自动微分能否用在这里，消除 CUDA 的图形 API 的拷贝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会自己写一个 AutoGrade。现在我深刻感觉到，为了接入 PyTorch 所花的代价甚至大于写个 AutoGrade 了。从一开始用 Instant Mesh 做的一系列实验，到现在相对完整的系统，已经过了整整1年。流水线从手动到自动，从几个组件放在一起到有机集成，现在的结果质量逐渐提高，性能也有了显著改善。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听我啰嗦。接下去我会进一步精雕细琢，把这个系统变成实用的工具。现在的情况看来，在运行过程中，我发现有时候优化能到 0.01 左右的误差，输出的 mesh 质量较高，有时候卡在 0.04 甚至 0.06， 本里就歪歪扭扭的，像是有什么随机数在影响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在追踪的过程中，发现随机数带来的问题不是一处，而是多处，由此钻进了一个随机数序列的兔子洞。至于具体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下期再说。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I'm so happy 'cause today I found my friends